各位网友，大家好。那今天我们要录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是帮助一个网友去制作他的黑苹果的 EFI 啊。那它的配置大概是这样，是 Intel 的 i5-900K，然后主板是微星的 Z390 Gaming Plus 内存也比较大啊。这个玩意我也不知道它是干啥的。然后它的显卡是 RX590，这自驱显卡，然后声卡这个都能搞得定的，然后这个都是 OK 的，没有问题。OK，这是它的配置啊。那这个看起来制作应该比较简单啊。我们先点到这个文档啊，文档打开，然后再去下载一个 OpenCore PKG 最新版的 OpenCore PKG。那0.6.9还是跟我现在的版本是一样的啊。如果他要发0.7的话，那到时候我要去录新的视频了啊，升级视频。这个先把它打开。我们在桌面上新建一个文件夹，就叫 EFI。桌面上新建一个文件夹就叫 EFI 啊。我们把这个文件夹打开，然后把这里面的 EFI 复制过来，这就是一个 EFI 的基本结构啊。然后在它的 OC 目录底下有个 drivers， drivers 里面有些东西不需要了，这个不需要，这个截屏的给它留着吧，这个不需要。Open Canopy 留着吧，这个 Open HFS Plus 留着，这个不需要。Runtime 留着，这个通通不需要。然后这些文件我们都给它删掉。好，这个 OC 的基本的结构文件我们就有了。那接下来我们照着文档来啊。文档的第一步我们要干嘛？我们先制作 ICPI 文件。那 ICPI 嘛，其实它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用这个 SSDT time 来做就好了。那我们一步步的来，我们先看，我们要选择要做哪些文件啊？根据它的指引来。i5-9600K 是 Coffee Lake 架构，所以它底下需要做4个文件。这第一个是 plug， 第二个是 EC， 第三个是 AppWork， 然后第四个是 PMC 啊。我们看 plug 怎么做的。他说你要去他说有3个方法，对吧？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SSDT time 啊。那 SSDT time 嘛，那之前已经大家演示过的啊。下载你可以找我们之前的视频去看啊。我的 SSDT time 装在哪呢？装在 APPS Hackintosh， 然后这里有一个 SSDT time， 然后直接双击它启动。当然这不是我的电脑，如果是我的电脑就 OK 了。他说第一步，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他说第一步先 dump DSDT 选7哦，这个不对哈，它可能版本的问题，它已经更新了，但文档没有更新。第一步就我们先选8，那先 dump 一下这个 DSDT， 然后回车。他说干嘛？那选3，叫 plugin type。哦，也不对啊，是4啊，4。然后这样子，我们第一个 plug 文件就做好了。先不用管它在哪里啊，等一会儿再说。然后 EC， 那 EC 他说怎么操作的呢？先 dump DSDT， 我们已经 dump 过了，不要fig EC 就好了。那 fig EC 对，它是2啊，3是笔记本电脑，我们选2就好了。好简单了。那第3个文件就是 AWork 啊。那我们把 AWork 点开，点开了之后，它其实有说到，就是你要去确定你的这个硬件对吧？到底是 AWork 还是 RTC0。
那我们怎么去确定我们的这个到底是 AWORK 还是 RTC0呢？OK， 之前我们让这位小哥哥帮我按照刚刚导出过 DSDT 啊，所以我们把他的 DSDT 的文件拷到我们的 IASL 目录来，然后我们导出，然后反编译一下这个文件。那反编译之后，它会得到一个 DSL 文件，这个是在我最早的那个视频里面都是有说过的啊。然后文档上让我们干嘛？先去找它，我们寻找一下，我们看看有没有 AWORK 时钟。对，我们是有 AWORK 时钟的，并且它是有 state 的，所以他说，哎，你有 AWORK 时钟，那你下一步需要找这个东西。然后再找一下，找完了之后它也是有 state 的啊。那这种情况下，它的意思就是这种情况下你不需要使用 RTC0的，你直接使用这个 AWORK 就可以了。那我们就去下载一个这个 AWORK 就好了。哦，这是 DSL 对吧？它有提供有提供编译后的，那我们直接用编译后的就好了。那编译后的把它 download 下来。OK， 那这个就做好了。那下一个就是 PMC 对吧？然后我们把这个 PMC 按照刚刚的做法 SSDT， 然后进行 dump。那 dump 完了之后，我们就要把这几个文件复制到我们的 EFI 目录里面。那我们复制到我们的 EFI 目录里面，然后 SAPI。刚刚我也说了，这个文件里面网友是有提供的，对吧？那我们把这里面的 AML 文件都拷过去，AML 文件都拷过去，然后有3个，然后我们去下载目录里面去找到 downloads 目录，找到这个是我们刚刚下载的 AWORK 的文件，好简单啊，对吧？这个 ICPI 我们就算搞定了。那 ICPI 搞定了之后，去搞这个内核的扩展。内核的扩展，哇，这个都不需要了哈，擦掉了。好，擦掉了。内核的扩展是在这里，我们点开啊。他说有几个文件，关键的文件要做。那关键的文件是在哪？第一个是 Watch SMC， 下载一下，链接点过来，下载，保存，打开。哦，这里面有好几个啊，看一下文档。那这个是需要的，这个是需要的啊，这个好像不需要。对，这个不需要，这个也不需要，所以我们里面只需要2个文件，然后加上它本身，一共3个文件。好，这3个文件复制过来。第一个，sorry， 我怎么把这窗口擦掉了呢？好，第2个文件，例如。第3个文件 whatever green。 好，网卡驱动。这个我已经查过了啊，那第一个就好了，这个是对老版本的支持，没有什么用的。网卡驱动，然后 USB 的驱动啊。
这个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的，有些主板可能它的这个 USB 还是需要定制一下。Release。好，我们这些内核的扩展全部搞定了。那到下一步，好，我们打开这个 Property Tree 啊。首先 Open 桌面 EFI-OC， 哎呀，眼杂了，是吧？这里没有一个 Xample 文件啊，所以我们要去把刚刚我们下载的 Xample 文件复制过来。这个 Xample 文件是在 Deep Downloads 0.6.9 Release Docs， 就是这个 Xample.plist， 我们要的就是它。把这个 Xample.plist 复制过来，然后把它改一个名字叫 config.plist， 然后用你的这个 property tree 把它打开 ，Ctrl O， 然后选中。那选中之后，在这里有一个选择文件夹 ，Yes， 好，这4个文件都进来了。那按照它这个一个个的改就好了。那这个地方要选，因为它有独立显卡，对吧？所以我们只需要它去执行做一些任务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它来做显示。这应该是2G 的这个显存啊。这个是因为苹果电脑是有一个限制，就是 USB 的数量不能超过15个，所以我们要把限制解除。Scan Policy 是如果你电脑上有别的硬盘装了 Windows， 它会把你扫出来的。然后这个 Security Boot， 一般情况下是 default 的，就是我们是要把苹果的这个安全限制开起来的，但是这个电脑嘛，因为它用的那个苹果的安装的版本不是在官方下的，所以我们把它改成 disable， 我们先把它关掉。然后还有用这个英伟达的显卡的，这个是要关掉的啊，要不然你有很多的东西就有问题啊。然后顺便讲一下，这里有个 tools， 就是你 OC 启动的时候，那菜单里边有很多东西嘛，那这里面大部分的东西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把这个都全程都改掉。那这个是有用的，叫 Clean NVRAM。如果你下次在做升级的时候，
你需要先清一下这个啊，所以这个我们是打开的，然后剩下的嘛，我们先把它关掉，都用不上，要不然启动的时候看着好多选项，好烦的。好，我们都关掉了，到 NVRAM， 然后 bootux 减微确实它已经加上了啊。好，我们把 debug 打开。LCID， 我其实不知道它 LCID 等于多少啊，这个要它一个个的去试的，先蒙一个嘛。这个之前说过的啊，就是不要用 data 模式，用 string 比较能看得懂，对吧？英文啊也能看得懂。刚刚一大串数字，那鬼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到 platform info， 那 platform info 呢，我们现在用的是 Portrait， 有一个叫 GNSM BIOS， 用这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因为这个机器的配置看起来先选3进去啊。这个机器配置，对应的我们要伪装成 iMac， 要9看，因为独立显卡的。这是我这个电脑敲出来的东西啊。OK， 那用他的电脑也是类似的，然后刚刚他已经把信息复制给我了，那我把它抄进来就行了啊。他不是给我了吗？里面怎么是空的呢？演砸了，没关系，你把它抄进来就好，剩下的等会再说。就这几项吧，就是 MLB， 然后序列号、UUID， 就这3项，抄进来就好了。他说我为什么要加这个呢？等一下启动界面美化，对啊，也赠送给他。OK， 那这里面基本上不太需要我改的。然后 BIOS 的问题就是参照这个去改就好了，参照这个文档去改，我已经让他去改了。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美化的工作做一下啊，在 Post Install 里面有一个那 Add GUI， 然后他说的那你要加 Open Canopy， 要加这个东西啊。那我们先要去下载它的资源文件是我们需要的 ，Download Zip。然后 resource 目录里面的东西都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把它复制到 OC 的 resource 里面去就好了。这个就不需要了。然后他说有几个地方需要改的，这么长的。他说在哪？杂项 boot pick model 啊。Pick mode， 在这 external attributes 17，他说这个我们选什么？它的主题我们选哪一个 ？Auto 是吧？我们看哪个好看 ？Default， 看起来 Default 好看一些，我们就选 Default。
OK 了，这是声音啊，没意义啊，除非你外接一个音箱，要不然在这个界面有声音也没什么意义。我之前放了，后来我都把它删掉了。OK，那这个我们就算做好了，保存一下。对，那这个保存一下，然后我们发给那个网友，让他去试一下。的酒樽，我